姐姐，这水温还合适吗？不合适，蠢货！末世基地，我是唯一的娇气包，全程供养我睡最软的天鹅绒，一天洗3次牛奶浴。那些人把我捧在手心，连路都不让我多走一步，因为只要我过得娇贵舒心，城内的异能者就能维持能力。你给我出来！我正听着舒缓音乐泡牛奶浴，一个满身血污的女人突然把我从浴缸里硬生生的捞了起来，是基地新来的女队长耿烈啊！我惊叫一声，姐姐，麻烦帮我拿一条真丝睡裙。她刚从城外的丧尸战场中回来，所有的异能者都在外面作战，她的战友刚刚死在尸潮里，尸体还没凉透，就看到城内只剩我一个异能者在这悠闲地泡澡。他气不过，随手从旁边一堆杂物里抓出一件粗布衣服扔到我脸上。什么真丝睡裙？外面的人连衣服都没得穿，你还敢挑3拣4？可是这衣服太粗糙了，会磨破我皮肤的。磨破皮肤？耿烈听到这句话，眼里的红血丝更重了，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狠地往外拖，头皮传来撕裂般的剧痛，疼死了！快放开我！可他根本不理我的哭喊，就那么拖着我一路拖出了房间。我光着脚踩在冰冷粗糙的水泥地上，地板太硬了，我脚疼。耿烈停下脚步，回头狠狠地瞪着我，你还有脸说脚疼？你知道老娘的战友脚都被丧尸啃没了吗？他说完，拖着我走得更快了。我勉强套上衣服，被他拖拽着到了城墙下，那里聚集了几百个非异能者，一个个面黄肌瘦，眼神麻木。耿烈把我扔在人群中央，指着我朝所有人怒吼，你们都来看看这个异能者。我们所有人在外面拼死拼活，他在里面享受，天天吃最好的鹅肝，喝最好的红酒。我战友刚死在外面，所有人连一口干净水都喝不上，他还在里面泡牛奶浴。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我，那些眼神从麻木慢慢变成了嫉妒。凭什么？凭什么城里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他？一个女人朝我吐了一口口水，我早就觉得她就是个骗子，每天就待在房间里享福，什么都不干，就说能保护我们，鬼才信！辱骂声不断向我涌来。耿烈看着人们群情激愤的样子，打开了铁丝网的门，外面就是游荡的丧尸群。他从腰间拔出一把霰弹枪，粗暴地塞进我手里，然后他猛地一推，去，既然是异能者，你也去外面杀丧尸，不然你今天就死在这。我被他一把推出了铁丝网，重重地摔在满是泥泞的地上。10几只丧尸闻到了活人的味道，嘶吼着朝我扑了过来。丧尸身上散发着让人作呕的恶臭，手里的枪又冷又沉，我身子娇气，却连抬起它的力气都没有，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我拼命憋着，我不能哭，一哭会出大事的。眼看着我毫无还手之力，即将被扑过来的丧尸啃食，耿烈重新打开铁丝网的门，他把我从地上拽了起来，拖回人群中央，狠狠地摔在地上。你们看，他什么都不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们在外面跟丧尸拼命，他在基地里骗吃骗喝。无异能者们纷纷愤恨地慢慢围了上来。我趴在地上，拼命地摇头，试图解释，不是的，不是骗子，我必须过得舒服，异能者们才能保持能力，这是真的。首领知道的，他亮出自己那只满是老茧和伤疤的手，两只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看这细皮嫩肉的样子，再看看我们的手，他又突然狠狠地扯向我身上那件粗布外衣，刺了，衣服被撕开了一道大口子。不要！我尖叫着，想用手挡住自己的身体，但立刻就有2个身材壮硕的男人冲上来，一左一右地按住了我的胳膊，我动弹不得。耿烈扒开我的衣服，露出我白净的肩膀和手臂，朝所有人展示着，你们看，他身上白白嫩嫩，连一点疤都没有。我们这些人哪个身上不是伤痕累累？他就用这个低劣的谎言骗了我们多久的食物和水，浪费了我们多少物资。人群里不知道谁突然喊了一句，他肯定是靠出卖身体换来的。这个猜测瞬间点燃了所有人的恶意。对，肯定是这样，不然那些异能者凭什么对他这么好？一个昨天刚死了儿子的女人冲了上来，用尽全身力气，一巴掌扇在我的脸上，啪！清脆的响声传来。我儿子昨天跟随小队出去找物资，被丧尸咬死了。没想到他冒着生命找回来的物资，竟然是被你这种人浪费了。耿烈很满意这个效果，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惩治改造这个骗子。他从靴子里抽出一把匕首，抓住我垂到腰间的长发。不，姐姐，不要割我的头发，我保养了好久的，我求饶着。可他已经一刀割了下来，乌黑的长发散落在肮脏的泥水里，很快就被踩得不成样子。养这么长的头发，他一边割一边咬牙切齿地骂着，洗头要浪费多少干净水，要消耗多少营养，老娘他妈的都3个月没洗过头了。割完头发，他的视线落在了我的手上，我手上是昨天刚做的，镶嵌着碎钻的美甲贴片，那闪钻的光刺痛了他。我察觉到他的视线，还没来得及挣扎，他就抓住我的手，用他那粗硬的指甲，硬生生地把贴片从我的指甲盖上抠了下来。啊！十指连心的剧痛让我发出了凄厉的惨叫，1片、2片、
3片，每一片贴片被剥离，都带起一丝血肉。周围的人不但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止，反而有人拍手叫好，早该这样了，让他也尝尝疼的滋味。耿烈把我的美甲贴片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踩了踩，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以后你就跟我们一样过日子。我跪在地上，浑身发抖，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手指血流不止，身上唯一的衣服也被扒得只剩下内衬，眼泪快止不住了，但我还是在拼命地憋着，咬着嘴唇，别再这样了，异能者需要我，你们这样对我，全程都会完蛋的。我的哀求在他们听来只是一个死不悔改的骗子的狡辩。耿烈指着几公里外，那里正闪烁着各种颜色的光芒，有火球，有雷电，有冰锥，那是异能者们正在战斗的景象。你看，他们打得好好的，你还在这里骗人，谎话连篇的贱人。耿烈被彻底激怒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黑乎乎的散发着腥臭的东西，在我面前晃了晃，是蟑螂蛋白质块，基地最底层的幸存者们的主食，这就是我们天天吃的东西。今天老娘用它来堵住你的嘴。他捏着我的下巴，强迫地塞进我嘴里，我惊恐地摇头，不，我不要，好恶心。2个壮汉再次上前按住我的肩膀，我干呕着，拼命想把它吐出来，但耿烈捏着我的嘴，不让我吐，他甚至堵住了我的鼻子，窒息感和恶心感同时涌来，一咽下去，我就趴在地上，剧烈地呕吐起来。耿烈看着我狼狈的样子，没有丝毫怜悯，一脚踹在我的腿上，给所有人磕头道歉，说你是骗子，说你浪费了大家的资源，快说。我跪在地上，头发被剪碎，手指在流血，身上衣不蔽体，胃里翻滚着恶臭，抬起头看着周围一张张麻木冷漠幸灾乐祸的脸，看到人群中有许多男人正用下流的目光在我身上扫来扫去。我看到了耿烈，他脸上是得逞的快意，没有一个人同情我，没有一个人相信我，我的守护换来的就是这个巨大的委屈，无尽的绝望再也压抑不住，我终于放声大哭。哇，哭声撕心裂肺。就在我哭声响起的那一瞬间，城内异能护照能量渐渐减弱，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大片大片的乌云从四面八方涌来，遮天蔽日，一道道血红色的闪电在云层中穿梭，发出沉闷的雷声，大地开始剧烈地震动，轰隆隆，地面裂开一道道深不见底的缝隙，无数浑身冒着岩浆的怪虫嘶鸣着从裂缝里爬了出来。天空中飞来一大群黑压压的东西，是丧尸乌鸦，成千上万只，遮蔽了城市最后的光明。远方的战场上，一个火系异能者正准备将他手中巨大的火球扔向丧尸，可就在他出手的一瞬间，那团燃烧的火焰突然噗的一声熄灭了，只剩下一缕青烟。我的火球呢？怎么没了？旁边一个雷系异能者也慌了，他高举的右手上原本缠绕的电光火舌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雷电也放不出来了，怎么回事？我的异能没了，我的锋刃消失了，我的土墙它自己塌了。恐慌在异能者小队中蔓延开来，原本被异能压制的节节败退的丧尸们敏锐地察觉变化，发出兴奋的嘶吼反扑过来。一个防御系异能者的能量护盾像肥皂泡一样啵的一声碎裂，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3、4只丧尸扑倒在地。凄厉的惨叫声隔着几公里都隐约能传到城里，战线瞬间崩溃。广场上所有人都被眼前这恐怖的景象吓傻了，那些刚刚还在叫嚣辱骂我的人，此刻一个个脸色惨白。从地底裂缝爬出来的熔岩怪虫已经开始攻击人群，一个男人被怪虫的尾巴扫中，瞬间燃烧起来，满地打滚地哀嚎。天空中的丧尸乌鸦也俯冲下来，啄瞎了一个女人的眼睛，惨叫声此起彼伏，城内如同人间地狱。耿烈不敢相信地看着我，嘴唇哆嗦着，这不可能，这一定是巧合。我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大哭，只是跪在那里，用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就在这时，一辆重型装甲车疯了一样从城外冲了回来，车头撞飞了好几只挡路的熔岩怪虫，车还没停稳，驾驶室的门就猛地打开，基地首领魏成从车上跳了下来，发出了震天的咆哮。他 M 的，谁把小祖宗弄哭了？你们是想让全城人死吗？魏成的咆哮声还在回荡，耿烈浑身一软，他扯着嗓子尖叫，巧合，这一定是巧合。轰隆一声，裂缝炸开，一只岩浆巨虫嘶鸣着探出头颅，那个骂得最凶的男人就站在裂缝边缘，他还没来得及转身，怪虫的长舌卷住了他的腰。救命，救我！男人双手扒着地面，指甲抠进水泥地，留下一道道血痕。怪虫一收舌头，将他拖进地缝深处，惨叫声戛然而止，一股焦糊味飘散开来。刚才还叫嚣的民众此刻噤若寒蝉，有人双腿一软跪在地上，裤裆瞬间湿透。虫子，吃人的虫子出来了！人群大乱，相互推搡，踩着别人往后跑。那个扇我耳光的女人被撞倒，一只脚踩在她脸上，哭喊声和骨头断裂的声音混成一片。魏成推开卫兵，举起步枪扣动扳机，哒哒哒哒，
子弹打在怪虫的甲壳上，溅起火星，却没留下印子。怪虫张口喷出岩浆，2名卫兵瞬间化为火人。魏成双眼充血，揪住通讯员的衣领嘶吼：“找人！都他妈别跑了，给我找小祖宗！”他对着逃窜的幸存者大喊：“谁能找到甘棠，赏他一套独栋别墅，1吨粮食！谁把小祖宗请回来？”就是基地的副首领。几个逃命的男人停下脚步，四处张望，快找！他在哪里？刚才还在那跪着，一定要把他绑回来！人群乱窜，有人甚至冲向了丧尸群。魏成踹翻发愣的耿烈，枪口抵在他脑门上。你个成事不足的败家娘们，要是找不回他，老子把你剁碎了喂虫子！耿烈哆嗦着，鼻涕眼泪糊了一脸，连滚带爬地起来。我现在就去求他，别杀我！一只丧尸乌鸦俯冲下来，抓烂了耿烈的后背，他惨叫着往前冲。我站在阴影里，俯瞰着眼前这场闹剧，需要时奉你为神，无用时弃如敝履，这就是人性。魏成还在许诺，声音嘶哑。一只怪虫撞他围墙，更多怪物涌入，基地大门摇摇欲坠，外面的尸潮正在挤进来。我最后看了一眼，转身走向车库。我抬手擦掉脸上干涸的污泥，指尖划过脸颊，传来刺痛。我面无表情。那个上我耳光的女人捂着脸在地上打滚，几只丧尸乌鸦落在她头上，汇啄进了她的眼眶。啊！我的眼睛，我的眼睛！鲜血顺着她的指缝涌出。她听到我的脚步声，朝我伸出血手。甘棠，甘棠，救救我！我是刚才那个大姐啊，我错了，我不该打你，求求你用异能救救我！她跪在地上，额头磕在碎石上，血肉模糊。我知道你心最软了，你不会看着我死的，对不对？我低头看着她，嘴角勾起一抹弧度。心软，那个心软的甘棠已经被你们淹死了。我抬脚跨过他的手，鞋底碾过碎石。不，你这个冷血的怪物，你不得好死！身后的哀求变成了咒骂，随即被撕咬声淹没。我逆着人流，脚步沉稳。车库大门就在前方，那里停着一辆装甲车，魏成正带着卫兵建立防线，火光映照着他扭曲的脸。他一转头，视线穿过人群，定格在我的背影上。他眼神一亮，脸上难掩狂喜。在那，小祖宗在那。他推开卫兵，连枪都不要了，跌跌撞撞地朝我跑来。甘棠，别走，叔叔错了，快拦住他，别让他上车。几名卫兵调转枪口，封锁我去车库的路。我没有回头，反而走得更快。身后传来魏成的喊声：祖宗，只要你留下来，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要耿烈的命吗？我现在就杀了他，给你助兴。我走到装甲越野车旁，拉开防弹车门，我钻进驾驶室，按下点火键，砰的一声，我关上车门，落了锁，隔着防弹玻璃。魏成冲到车头前，张开双臂拦着，他脸上挂着讨好的笑，嘴巴一张一合。我面无表情的挂挡，脚尖移到油门上。既然你们喜欢把人逼上绝路，我就送你们一程。引擎咆哮，车身一震，魏成看着我不减速，连滚带爬地扑向一旁。我猛打方向盘，轮胎碾过丧尸，污血溅满挡风玻璃，雨刮器左右摆动，拦住他，把车胎打爆。魏成爬起来，跳上指挥车，对着对讲机咆哮。出口涌出一队卫兵，试图关上铁闸门。我看着降下的闸门，油门踩到底，装甲车呼啸着撞了上去，轰！铁门被撞飞，2个卫兵被气浪掀翻，车头凹陷。我不在乎，冲出了核心区。魏成带着装甲车紧咬在后，警报声响彻荒野，追！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活着带回来，他是人类最后的希望，谁敢放跑他，老子毙了他全家！身后的车队穷追不舍，子弹打在车尾，叮当作响，路面坑洼，车身剧烈颠簸，脑海传来剧痛，画面碎片在眼前闪烁。白色实验室，手术灯，金属器械碰撞声，头痛欲裂。我咬着嘴唇，尝到了血腥味。该死，这是什么？我单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捶打太阳穴。后视镜里，魏成的车队分路包抄，一辆皮卡冲到我左侧，机枪手对着我的轮胎瞄准，我向左打轮，车身撞在皮卡上，火花四溅，皮卡失去平衡，翻滚着冲进沟壑。别想再把我抓回去！我喘着粗气，眼前出现重影，我躺在手术台上，四肢被镣铐锁死，头顶的手术灯刺眼，周围站满了穿防护服的人。魏成的父亲凑了过来。甘棠小姐，为了人类的延续，请您再忍耐一下。他手里拿着一根针管，里面是幽蓝色的液体。这是什么？放开我！我不是答应配合实验了吗？您的情绪太不稳定，会影响能量输出效率。他一边说，一边将针管扎进我的颈动脉。这种神经毒素会帮您忘掉痛苦，您只需要做一个快乐的容器，冰冷的液体注入血管。我意识涣散，力量被抽离。睡吧，等你醒来，您就是我们供养的娇气包。我们会给您最好的生活，只要您乖乖躺在笼子里。画面破碎，我从回忆中惊醒，冷汗浸透后背。原来如此，自愿牺牲，为了人类，全是谎言。他们把我当成电池，当成被圈养的猪。我猛踩刹车，轮胎在荒野上拖出2条黑痕，装甲车横停在路中间，扬起尘土。魏成的车队没想到我会停车，
差点追尾。他们迅速散开，形成半圆形包围圈。魏成的声音从扩音器传来：“跑啊，怎么不跑了？小祖宗，外面全是丧尸，你一个人活不下去。乖乖跟叔叔回去，我就当你是耍小性子。”我坐在车里，双手抓着方向盘，指节泛白，看着后视镜里黑洞洞的枪口，我眼底金光一闪，把我当傻子骗了100年，还想继续演戏，请神容易送神难，这笔账是时候清算了。魏成见我没动，嘴角勾起一丝冷笑，他拿起广播话筒，按下按钮，全城幸存者请注意，我是首领魏成。他的声音通过喇叭响彻荒野，也传回基地。关于异能消失的灾难，我已经查明真相，这不是天灾，是人祸，是有人蓄意破坏。我冷眼看着指挥车，听着他颠倒黑白。巡逻队长耿烈因个人嫉妒，长期虐待甘棠，是他手段残忍，导致祖宗身心受创，切断了能量。他是人类的罪人，是他害死了你们的亲人。通讯器里传来电流声，接着是耿烈的惨叫：“不是我，是首领让我这么做的。”啪！一声耳光打断了他，闭嘴！你还敢污蔑首领？接着是拳打声和民众的咆丧：“打死他，扔出去喂丧尸，还我儿子的命来！你这个恶毒的女人！”耿烈的求饶声越来越弱，变成了呜咽。我面无表情地听着这场闹剧。魏成还在广播里呼唤：“祖宗，罪魁祸首已伏法，请您回来吧，我们需要您，孩子们需要您，人类不能没有您。”我重新发动引擎，挂档，轰了一脚油门。我盯着包围圈右侧那2辆越野车，坐稳了。我低声自语，松开刹车，装甲车冲了出去。魏成见状大吼：“拦住他，别让他冲过去！撞击，给我撞停他！”2辆装甲车接到命令，从左右两侧向我夹击。我盯着后视镜，计算着距离和速度。就在他们即将撞上我时，我猛踩刹车，车速骤减，车头一沉，那2辆装甲车来不及反应，直接撞在一起，砰！零件和玻璃碎片四溅。我趁机一脚油门，从残骸旁绕了过去。魏成在指挥车里抓起对讲机咆哮：“废物，都是废物！机枪手，打他的轮胎，别打人，把轮胎给我卸了！”哒哒哒哒，重机枪喷出火舌，子弹扫向我的车尾，后视镜被打碎，车身传来金属撞击声，一颗子弹射向我的左后轮。那一瞬间，我脑中闪过一丝异样，我下意识地集中精神，停下，我心里默念，目光盯着那颗子弹，空气瞬间凝滞，子弹在距轮胎几厘米处诡异地停顿了一下，咻，子弹擦着轮胎边缘飞过，打在地面，溅起尘土。魏成盯着监控屏幕，看到了这一幕，他瞳孔一缩，对讲机差点掉在地上。刚才那是什么？他不是失去记忆了吗？怎么还能用异能？快，一定要抓住他！他的力量还在，只要抓住他，我们就能重新控制一切。我甩掉大部分追兵，但车身已千疮百孔，警报灯提示液压系统随时可能失灵。魏成的指挥车紧追不舍，前方出现一座峡谷，是必经之路，两侧是峭壁，中间只有一条窄道。我别无选择，再耗下去，车就会散架。我咬紧牙关，打方向盘，将车头对准峡谷入口。装甲车冲了进去，光线变暗，风从弹孔灌入，峡谷里回荡着引擎的轰鸣，震得我耳膜生疼。刚开进去几百米，我便看到出口被巨石堵死，几辆废弃卡车横在乱石堆前，彻底堵死了去路。我猛踩刹车，车在距石墙几米处停下，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嘶鸣，在峡谷里格外刺耳。还没等我到车，身后传来引擎轰鸣，魏成的车队堵住了峡谷入口，几道大灯照过来，将我的车照亮。魏成的声音从扩音器在峡谷回荡：“祖宗，别跑了，前面没路了。”这是我为防备尸潮炸他的，没想到用来留客了。您看，这就是天意，注定您离不开我们。我坐在驾驶室里，看着前后堵死的路，手缓缓松开。既然跑不掉，那就把账算清楚。我伸手摸了摸袖口里的手术刀，刚找到的。我的力量还没完全恢复。魏成的车门打开，一群卫兵跳了下来，他们端着枪向我逼近，红外线瞄准器在我车身上晃动。别开枪，抓活的。魏成走在最后，手里拖着半死不活的耿烈。他被拖在地上，身后留下一道血痕，嘴里发出呻吟。魏成在距我10米处停下，他身后跟着曾受我恩惠的异能者，此刻都低着头，不敢与我对视。祖宗，下车吧，我们来接您回家。他一挥手，2名卫兵将耿烈拖到我车前。耿烈脸肿得睁不开眼，衣服破烂，他被按着跪在地上，浑身剧烈颤抖。说话，给祖宗道歉。魏成一脚踹在他膝盖窝上，耿烈抬手扇自己耳光，一边哭喊：“我错了，祖宗，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是我嫉妒您，是我瞎了眼，求您回去吧。”每一巴掌都用尽全力，嘴角流出鲜血。魏成捂着胸口：“是我们监管不力，让败类混进了队伍。只要您肯回去，我把他交给您处置，千刀万剐都随您，请您惩罚我们吧，只要能平息您的怒火。”他说着，眼神却锐利地扫过我的车身。我依然坐在车里，隔着防弹玻璃冷冷地看着。
如果是100年前那个天真的我，或许会心软。见我没反应，魏成对身后打了个手势，一名卫兵拿出平板电脑，连接上车载大屏幕，屏幕亮起，画面上是一群被关在笼子里的孩子，他们扒着铁笼哭喊，脸上全是恐惧。祖宗奶奶，回来吧，我们害怕，外面有怪物，我们要被吃掉了。魏成的声音哽咽的恰到好处。您可以不原谅我们，但您忍心看着这些孩子被丧尸吃掉吗？他们是无辜的啊！您是他们的守护神啊！我看着屏幕里那些稚嫩的脸庞，心脏抽搐了一下。100年前，我正是为了保护这样的孩子，才走上手术台。魏成见我眼神动摇，立刻开口：“只要您下车，我保证这些孩子都会活得好好的。来吧，回到我们身边来。”魏成见我动摇，脸上的悲痛神色更浓了，他眼眶泛红，挤出几滴泪来。他对着屏幕里的孩子们，用一种父亲般慈爱的口吻说：“孩子们别怕，祖宗奶奶马上就会回来了。他是最善良的神明，他不会抛弃我们的。”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您看看他们多可爱，他们甚至不知道末世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只知道有您在，基地就是安全的，他们就能活下去。您忍心打破他们唯一的信仰吗？我看着屏幕里那一张张哭泣的脸，他们眼睛里充满了对我的依赖。记忆深处，曾祖父那张满是皱纹的脸浮现出来，他握着我的手，郑重地对我说：“甘棠，你是人类的希望，请你一定要守护好这份希望。”我答应了他，我守护了100年。可我守护的是人类，不是魏家这群自私自利的蛀虫。魏成见我迟迟不下车，眼底闪过一丝不耐烦，但语气依旧温柔。祖宗，您还在犹豫什么？难道您真的要为了我们几个人的过错，惩罚全城几万条无辜的生命吗？您100年前能为人类牺牲一次，难道100年后就不能再慈悲一次吗？如果我今天走了，这些孩子的死就会成为我一辈子无法摆脱的梦魇。他笃定我会像以前一样妥协。我松开放在方向盘上的手，魏成露出得逞的笑着，他以为他赢了。我抬起手，按下了车载通讯的开关，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了整个峡谷。魏成，别演了，你的戏太假了。我的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脸色一变。魏成脸上的笑容僵住，他身后的亲信也都露出了错愕的表情。祖宗，您这是什么意思？你以为封印了我的记忆，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吗？100年前，我为人类留下的不只是异能。我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在希望基地地下300米深处，我亲手建立了一座地热能量防御工事，它的能量储备足以支撑起覆盖全城的能量护盾，抵御所有尸潮10年以上。开启它，你们就能自保。根本不需要我这个所谓的能量源。”我说出这个秘密的瞬间，魏成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他身边的几个核心成员脸上也露出了无法掩饰的震惊。他们看向魏成，眼神里充满了询问和怀疑。显然这个秘密，魏成连他最亲近的手下都隐瞒了。祖宗，您一定是记错了，那种级别的公式怎么可能存在？我冷哼一声，直接打断了他的狡辩。开启公式的密钥就刻在你曾祖父的骨灰盒上，那是一串2进制代码，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怎么需要我当着你所有手下的面把那串代码背出来吗？魏成的脸色变白，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首领，祖宗说的是真的吗？我们基地真的有这种防御工事？那我们这几年拼死拼活的出去猎杀丧尸，到底是为了什么？魏成的统治根基在这一刻开始动摇了。我看着魏成那张惨白的脸，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比如，你为什么宁愿让异能者去送死，也不愿意开启那个防御工事？魏成的身体开始颤抖，眼神里第一次露出了恐惧。我没给他辩解的机会，声音通过广播传遍了整个车队。因为你们这群所谓的管理者妄图像我一样获得永生，你们发现猎杀那些高级变异丧尸可以从他们的脑髓里提取一种延缓衰老的激素，开启了防御工事。你们上哪去找那么多高级丧尸给你们做实验？耿烈，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你的战友是怎么死的吗？我把矛头指向了那个跪在地上已经吓傻了的女人，她们不是死于意外，而是死于魏成的贪婪。是他故意派你们去清除那些最高等级的丧尸聚集点，为的就是他那长生不老的狗屁美梦。此话一出，魏成身后的亲信们彻底哗然。首领，原来是你害死了我弟弟，我老婆就是死在上次的清剿行动里。你这个畜生，我们拿命给你换长生不老药。他看着那些曾经对他忠心耿耿的手下，此刻却恨不得生吞了他，脸上血色尽失。他猛地扑回车里，一把关掉了全城的广播系统，不想让基地里更多的人听到真相。够了，别再说了。他对着我发出了绝望的嘶吼，我看着他恼羞成怒的样子，知道这场戏该结束了。魏成在车里剧烈的喘息，胸口大幅起伏。就在他那些亲信准备调转枪口对准他的时候，他深吸一口气，竟然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在峡谷里回荡，他甚至还鼓起了掌，脸上是一种病态的坦然。不愧是我们的祖宗，说得对，全都说对了。他从车上走下来，张开双臂。没错，我就是贪婪。
我就是自私，我就是想长生不老，但我做这一切，难道不是为了更好的守护人类吗？他的态度转变之快，让准备反叛的手下都愣住了。他话锋一转，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但您说的对，我们错了，我们不该囚禁您，我们应该放您自由。他对着身后的手下挥了挥手，语气慷慨激昂，让开，都给我让开，给祖宗让出一条路。我们享受了他100年的恩惠，不能再无耻地继续束缚他。他这番话让几个年轻士兵露出了感动的神色。魏成看着我，脸上带着真诚的微笑。祖宗，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现在就还您自由，但作为我们最后的感谢，请允许我代表全城幸存者送您一些物资上路。我从他那双看似真诚的眼睛里看到了毫不掩饰的杀意。我只是平静地看着他，没有戳穿他的把戏，轻轻点了点头。好，得到我的应允。魏成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他转身对着指挥车里的人命令道：去，把我们为祖宗准备的礼物抬出来。车门打开，4个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士兵合力抬下来一个沉重的金属物资箱，箱子是全密封的，上面没有任何标识。祖宗，这里面是一些压缩食品和净水片，还有一些药品，应该够您用一阵子了。魏成说着，也亲自穿上了一套同样的防护服。他提起那个箱子，脚步踉跄了一下，那箱子异常沉重，我亲自给您送过去，以示我们的诚意。他提着箱子，艰难地向我的车走来。峡谷里游荡的几只丧尸闻到了活人的气息，丧尸嘶吼着扑了上来，跟在他身边的护卫立刻开枪，却像是故意打偏了一样，一只丧尸的爪子划破了魏成的防护服。他哎呦一声，护卫们这才将那几只丧尸击毙。魏成喘着粗气，终于走到了我的车前，他将那个沉重的金属箱子轻轻地放在了我的车头正前方。祖宗，祝您一路平安。他真诚地说完，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缓缓向后退去。他的眼神始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带着一丝残忍的玩味。我坐在车里，静静地看着他表演。我的视线落在了那个金属箱子的下方，那里一个微型的红色倒计时灯正在无声地闪烁着，上面的数字飞速跳动，00、05、00。04、00、03，在魏成后退到安全距离的瞬间，那个金属物资箱轰然爆炸，轰隆！恐怖的火焰和冲击波瞬间吞噬了我的装甲车，整个峡谷都在剧烈的颤抖，山壁上的碎石簌簌落下，地面被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炽热的气浪将周围的几辆车都掀翻在地。火光冲天，将半个天空都映成了血红色。魏成站在远处，兴奋的浑身都在发抖。他对着身后目瞪口呆的手下嘶吼：快去确认他的尸体，看看他死了没有。他肯定死了，就算没被炸死，也被烧成焦炭了。把他的基因样本带回去，快去！几个卫兵顶着灼人的热浪，端着枪就要往前冲。可还没等他们跑出2步，那冲天的火焰突然猛地向内收缩，周围的光线瞬间暗淡下来，火焰散去，露出了里面的景象。那辆坚固的装甲车已经被炸成了一堆扭曲的废铁，冒着黑烟散落一地。而在那堆废铁旁边，我正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连衣服的边角都没有一丝褶皱。我抬起头，轻轻拍了拍身上本就不存在的灰尘，目光穿过袅袅的青烟，落在了魏成那张僵硬到可笑的脸上。我的双眼变成了金色，我嘴角微微上扬，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演完了。魏成脸上的狂喜瞬间凝固，然后龟裂剥落。他瞪大双眼，嘴巴张着，喉咙里发出厚厚的喘息。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他指着我，手指剧烈的颤抖。你怎么可能在那种威力的爆炸里活下来？你到底是什么怪物？我抬起右手，对着他的方向，食指与中指并拢，轻轻地打了一个响指。啪啊！魏成发出凄厉惨叫。他猛地跪倒在地，身体剧烈地抽搐起来，一缕缕赤红色的火焰不受控制地从他的七窍喷涌而出。他在地上痛苦地翻滚，身体由内而外地燃烧，皮肤像融化的蜡一样往下滴落，发出滋滋的声响。救我！他伸出已经烧焦只剩下骨架的手，向他那些忠心耿耿的亲信求救。可那些人早就被眼前这神迹般恐怖的景象吓破了胆，连滚带爬地向后退去。他们丢盔弃甲，屁滚尿流，没有一个人敢上前一步。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极致的恐惧，我漠然地看着在地上翻滚哀嚎的魏成，他逐渐变成一具人形焦炭。我没有一丝怜悯，这是他背叛我，背叛他曾祖父嘱托的代价。我的目光缓缓从他的身上移开，扫向剩下的那10几辆装甲车和那些瑟瑟发抖的士兵。我缓缓抬起左手，对着那些车辆的方向，五指张开，然后轻轻一握，嘎吱吱呀，一连串刺耳的金属悲鸣声瞬间响彻峡谷，让人牙酸。那10几台装甲车在无形的力量下被狠狠捏住，坚硬的防弹装甲板开始扭曲变形内陷，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车窗玻璃在一瞬间全部爆裂，化为无数晶亮的碎片，在昏暗的峡谷中飞溅。车里的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发出惊恐的尖叫。
可它们的叫声很快就被迅速压扁的钢铁吞没，戛然而止。浓郁的血腥味和人体烧焦的蛋白质香味混合在一起，在峡谷里迅速弥漫开来。这股味道对于峡谷外的丧尸来说是无法抗拒的最顶级的盛宴。吼！成千上万的丧尸嘶吼着从荒野的四面八方疯狂地涌来，它们像黑色的潮水，顺着峡谷的入口争先恐后地灌了进来。那些侥幸没死在车里刚从变形的驾驶室里爬出来的士兵，抬头就看到了让他们毕生难忘的恐怖景象。我站在尸潮和他们之间，神情淡漠，为他们降下了最后的审判。我解除了对未成异能的反噬，那股在他体内肆虐的火焰瞬间平息。他躺在地上，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狂喜。他以为我放过他了，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重新凝聚出火球。哈哈哈，我的力量回来了，老子没死！他欣喜若狂，立刻将火球砸向一只扑来的丧尸，将其烧成了焦炭。可他很快就发现，他的异能波动吸引了更多更强的变异丧尸。几只体型巨大、浑身覆盖着骨甲的丧尸撞开普通丧尸，嘶吼着朝他冲了过来。不，别过来！魏成的脸上血色尽失，他疯狂地投掷着火球，却只能稍微延缓他们前进的脚步。耿烈被一只行动敏捷的舔食者扑倒在地，锋利的爪子刺穿了他的大腿。啊！救我，魏成！救我！他哭喊着，向那个他曾经献媚后来又背叛的男人伸出手求救。魏成回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没有丝毫怜悯，一脚踹开挡路的士兵，滚开，别挡老子的路。他自己朝着包围圈的薄弱处逃去。耿烈眼睁睁看着他抛弃了自己，脸上露出绝望。舔食者的长舌卷住了他的脖子，舔食者将他拖进了尸群之中。最后的惨叫被无数丧尸的咀嚼声彻底淹没。我收回目光，不再看这场背叛者们的末日狂欢，抬起手对着那堆被我捏成废铁的装甲车轻轻一挥，其中一台还算完好的车辆在无形力量的托举下缓缓扶正，凹陷的车门自动弹开，我坐了进去，发动了引擎。在引擎的轰鸣声中，我最后看了一眼后视镜，魏成已经被那几只骨甲丧尸包围，他绝望地嘶吼着，最终被一只巨爪拍成了肉泥。那些曾经对我刀枪相向的士兵，此刻正在尸潮中被一个个撕成碎片。我调转车头，一脚油门朝着远方绝尘而去，身后是地狱般的惨叫和嘶吼，那是背叛者们应得的审判。我没有回头，装甲车在无尽的荒野上飞驰，将身后的地狱远远甩开。100年的守护换来的就是一场背叛和一场杀戮。我心中没有快意，只有疲惫。我不知道该去哪里。这个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这片被末日蹂躏过的土地，陌生的是人心。我漫无目的地驾驶着车辆，迎着血色的夕阳，一直开到天黑。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引擎的轰鸣和轮胎碾过碎石的声音。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和这台冰冷的钢铁机器。我感觉有些烦闷，想找点声音来打破这令人窒息的孤独。我伸出手，在布满灰尘的中控台上摸索着，打开了车载收音机。沙沙沙，收音机里传出的只有一阵阵刺耳的电流杂音。我拧动着调频旋钮，从最低的频段一直调到最高，回应我的始终只有一片单调的令人绝望的沙沙声。是啊，末世100年，哪还有什么广播电台？电力信号塔文明的秩序早就随着旧世界的覆灭而崩塌了。我自嘲地笑了一声，准备关掉这个只会发出噪音的铁盒子。就在我的指尖即将触碰到开关的那一刻，滋啦一阵剧烈的电流声后，那片死寂的沙沙声中突然挤进来一个微弱的断断续续的音符，那是一个吉他的声音，虽然夹杂着巨大的电流噪音，但依旧能听出旋律。我猛地踩下刹车，整个人僵在了驾驶座上。我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生怕那只是我的幻觉。吉他声穿透电流，顽强地钻进我的耳朵。紧接着，一个干净又温暖的男声伴随着吉他声唱了起来：别哭泣，我的朋友，就算黑夜看不到尽头，请抬头看看星空，总有一颗星在为你等候，阳光会洒在肩膀。我看见远方的海鸥在飞翔，我愣愣地听着这首我从未听过的歌曲。这不是末世前的靡靡之音，也不是那种宣泄绝望的嘶吼，这歌声里充满了阳光、力量和对未来的向往。沉寂了100年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一曲结束，收音机里再次传来一阵电流声，我握紧了方向盘，生怕这希望的歌声就此消失。几秒钟后，一个清脆的女声响起，她的声音带着笑意：这里是新星城广播电台 FM 1088，希望之声。刚才为大家播放的是我们新星城本土乐队时光者的新歌《远方》，希望大家都能像歌里唱的那样，永远心怀希望，走向远方。新星城，一个新的幸存者城市，他们有电台，有乐队，有新歌，他们还相信希望和远方。我猛地抬起头，看向信号传来的方向，眼底的金光再次亮起。我立刻根据信号的强弱，开始调整车辆的行驶方向。这一次，我不再是漫无目的，我要去那个地方，
去看看那座废土之上依旧心怀希望的城市。我根据收音机里信号的强弱不断调整方向，装甲车在荒野上全速前进，油箱里的燃料在急剧消耗，但我毫不在意，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那座城市。当天空的最后一抹晚霞即将被黑夜吞噬时，我看到了，在地平线的尽头出现了一片连绵不绝的灯火，那光芒并非希望基地的冰冷，而是柔和的橘黄色，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我下意识地放慢车速，缓缓靠近那片光源。那是一座建立在旧世界城市废墟之上的新城，没有高耸的摩天大楼，只有一排排整齐低矮的砖石房屋。最让我震惊的是，这座城市没有能量护罩，一圈数十米高的壁垒环绕城市，士兵在上面巡逻，探照灯的光柱在城外扫射。我将车停在几公里外的高地上，拿起高倍望远镜，壁垒之内是大片被开垦出来的田地，绿色的作物在灯光下茁壮成长。我看到晚归的农人扛着锄头，结伴走在田埂上，一路说笑着。城里的广场上，孩子们在追逐嬉戏，笑声隔着很远，仿佛都能传到我的耳朵里。一缕缕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袅袅升起，和远处的灯火融为一体。他们没有异能，没有那些毁天灭地的力量，可他们没有被丧尸毁灭，没有在末世里沉沦。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一砖一瓦，一犁一锄，在这片废土之上重新点燃了文明的火种。我忽然明白了，那座希望基地不过是个囚笼，真正的人类从不需要神明。我放下望远镜，靠在冰冷的座椅上，看着远方那片温暖的灯火。100年来，我第一次看到属于人的世界。我就这样在车里坐了一夜，静静地看着那座城市，从灯火通明到万籁俱寂，再到晨曦微露。我的脑海里不断闪回着在希望基地的100年岁月，天鹅绒大床、红酒、鹅肝、牛奶浴，魏家3代灌输给我的娇贵，此刻想来只是个笑话。他们把我养成一个废物，只为更方便地榨取能量。而新兴城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当东方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第一缕阳光刺破云层时，我做出了选择。我打开车门，走下这辆陪伴我逃离牢笼的装甲车。我脱下身上那套沾染污泥但剪裁华贵的衣服。我在车里翻找半天，找到一套最普通的粗布工装，布料粗糙，磨得皮肤有些发痒。我最后看了一眼那辆装甲车，没有丝毫留恋，转身走向那座沐浴在晨光中的城市。从今天起，我不再是什么能量之源，我只是甘棠。我迎着初升的朝阳，一步一步地走向那扇厚重的城门，走向我的新生。城门口已经排起了一条长队，都是些逃难来的幸存者。我默默地排在队伍末尾，打量着周围的人，他们大多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城门的守卫穿着统一的制服，荷枪实弹，表情严肃，他们眼神警惕，却未对流民露出鄙夷。队伍前进得很慢，每个人进去前都要接受严格的盘问和检查。轮到我时，一名队长拦住了我，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神里有些疑惑。你的来历，我的气质和状态跟周围的流民格格不入。我从东边来，聚集地被尸潮毁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我平静地回答。队长点了点头，没有继续追问，指了指旁边一个白色的帐篷，去那里做个体检，确认没有被病毒感染才能进城。我顺从地走进帐篷，里面有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抽血化验，全身扫描，流程一丝不苟。我平静地接受了所有检查。当针头扎进我手臂时，我甚至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负责给我抽血的年轻医生惊讶地看了我一眼。几分钟后，我的检测报告出来了。一名年长的医生拿着报告单，推了推眼镜，奇怪，你的身体非常健康，各项指标都堪称完美，甚至不像经历过末世的人。我没有解释，只是静静地看着他。医生最终没有多问，在报告单上盖了一个合格的印章。我拿着报告单回到城门口，交给了那位守卫队长。他在我的身份登记表上写下了几个字：身份不明，暂定为流民，分配至西区开垦区。我被一名卫兵带着，穿过大半个城区，来到开垦区。这里是新兴城最外围的区域，大片土地等待被开垦。负责人叫老王，是个皮肤黝黑、身材壮硕的男人。老王看了我的登记表一眼，我没多说什么，从工具棚里拿出一把崭新的锄头递给我。在这里，所有人都要劳动。他指着远处一片荒地，语气平淡，靠劳动换取食物和住所，表现好可以成为正式居民。我握着那把粗糙的木柄锄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细嫩的手掌，这双手100年来没干过活，现在却要用来翻地。我有些陌生，但没有犹豫，走到分配给我的土地上，学着别人的样子开始干活。动作笨拙，不得要领，一锄头下去，只刨开薄薄一层土。周围的人看了，发出一阵低低的哄笑，但并没有恶意。一个晒得黝黑的大妈看不下去了，走过来教我怎么用腰发力。一天下来，我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水泡被磨破，钻心的疼。傍晚收工，我用食物券去食堂换了一份晚餐，一个拳头大的黑面包，一碗看不出是什么菜熬的汤。
食物虽然粗糙难以下咽，但我吃得干干净净，连碗底的汤汁都舔光了。晚上我躺在集体宿舍的硬板床上，虽然浑身酸痛，却睡得格外香甜。我在开垦区的生活平静地过了几天，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身体的酸痛渐渐被一种劳作后的充实感所取代。但我终究和这里的其他人格格不入，女人们在背后指点，说我细皮嫩肉，吃不了苦。还有些男人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不加掩饰的欲望。一个叫阿虎的男人是这群流民里的刺头，他仗着自己有几分力气，总是试图接近我。他会故意在我干活时凑过来，说些轻佻的荤话，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他便悻悻地退开了。这天晚上，我从食堂打饭回宿舍的路上，被阿虎带着几个男人堵在了角落里。小美人，装什么清高呢？阿虎叼着一根草根，笑得一脸下流，伸手就要来摸我的脸。哥哥们在这累死累活的，你陪我们快活快活，以后这片地就没人敢欺负你了。另外几个人也淫笑着围了上来，堵死了我所有的退路。我握紧了手里的饭盒，眼神瞬间冷了下来。就在阿虎的手即将碰到我的瞬间，咔嚓一声清脆的裂响在我脚下响起，我脚边一块拳头大的石头毫无征兆地自己裂成了一地碎渣。阿虎几人脸上的淫笑僵住，惊恐地看看地上的碎石，又看看面无表情的我。鬼，有鬼！阿虎怪叫一声，连滚带爬地带着他的人跑了，消失在夜色中。阿虎几个人被吓跑之后，第二天就在整个开垦区里四处散播谣言，他们说我是个不祥的怪物。一时间，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变了，他们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干活的时候也离我远远的，生怕沾上什么晦气。我成了被孤立的那个人。这天上午，开垦区遇到了一个大麻烦，一片新规划出的土地被一种变异植物的根系死死缠绕，那些根系像钢铁一样坚硬，盘根结错，深深扎进地下。工人们用锄头挖，锄头卷了刃，用斧子砍，斧刃崩了口，就连老王开来了小型的挖掘机，履带都被根系缠得动弹不得。他娘的，这叫什么鬼东西？老王一筹莫展，狠狠地往地上啐了一口。这片地如果开不出来，今天的任务量就完不成，所有人的食物配给都要减半。大家看着那片难啃的硬骨头，都愁眉苦脸。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我放下了手里的锄头，走了过去。你干什么？危险！快回来！老王看到我走过去，立刻大声呵斥。我没有理他，在众人惊疑不定的目光中，走到了那片疯长的变异植物前。我蹲下身，伸出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那些比手臂还粗的根系。我没有动用毁天灭地的力量，只是将一丝最纯粹的生命本源逆向输入了进去。在所有人震惊的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目光中，那些坚硬如铁的植物根系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枯萎腐朽，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就化成了一地黑色的粉末，风一吹就散了。整个开垦区瞬间陷入了一片死寂。开垦区发生的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整个新兴城。当天下午，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就开进了开垦区，车上下来几个人，为首的是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温文尔雅的男人。老王看到他，立刻恭敬地跑了过去。市长，您怎么亲自来了？市长，这种小事竟然会惊动这座城市的最高管理者。市长摆了摆手，目光穿过人群，直接落在了我的身上。他缓步向我走来，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他和我聊起了家常。姑娘，听他们说你是从东边来的。末世前，东边可是最繁华的地方啊，有最高的楼，最美的海滩。他像是在回忆，眼神里带着一丝怀念。是啊，那里的世纪之光大厦曾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我不经意地接了一句。市长听到世纪之光这个名字，眼神猛地一凝。那是末世前150年的地标建筑，在末世初期就被摧毁了。现在的年轻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看着我，眼神变得深邃起来，似乎想要把我看穿。你对以前的事情知道的很多。我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便不再言语。我们沉默地对视了片刻，他忽然笑了。不要紧张，我没有恶意。他收回了探究的目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递给我。我叫秦川，是这里的市长。我觉得你不应该待在开垦区挖土，我们城市的农业研究部正好缺一个像你这样的人才。他看着我，发出了正式的邀请。甘棠小姐，有兴趣加入吗？我接受了秦川市长的邀请，进入了新兴城的农业研究部。这里堆满了种子和土壤，像个温室。我的知识在这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挥。我告诉他们如何利用植物伴生原理来改良被核辐射污染的土壤。我指导他们嫁接不同种类的抗性作物，培育出产量更高、更能适应废土环境的新品种。短短1个月，研究部试验田的粮食产量就提升了30%。所有人对我这个外来者从怀疑变成了敬佩。我不再需要去开垦区做繁重的体力活，但我依旧和大家一起挤食堂，住在普通的单身公寓里。我喜欢这种感觉。我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
我只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对这座城市有用的人。生活平静得像一汪清澈的泉水，直到那个唱歌的男人再次出现。市里为了慰劳辛苦工作的农业部，特地请来了时光者乐队。我在人群的最后看到了那个在收音机里给了我希望的男人，他叫林峰，是乐队的主唱兼吉他手，笑起来眼睛很亮。演出结束，他抱着吉他径直向我走来，递给我一瓶干净的水。我叫林峰，我好像在哪见过你。我接过水，摇了摇头，我们没见过。他挠了挠头，笑着说，可能是在梦里吧。从那天起，他开始追求我。他不会说那些油腻的情话，只是每天收工的时候都会抱着吉他等在研究部门口。他会给我唱新写的歌，会从城外冒险带回一朵顽强开放的野花。他热烈真诚。在林峰坚持不懈1个月后，我终于答应和他一起在城里走走。街道虽然不宽敞，但很干净，两旁有居民自己种的花草。集市上人来人往，叫卖声与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林峰给我买了一串用变异山楂果做的糖葫芦，酸酸甜甜的，是我从未尝过的味道。好吃吗？他期待地看着我，我点了点头，心里有一丝暖流淌过。原来普通人的幸福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走到一处城墙的瞭望台，这里可以看到城外的荒野。就在这时，城墙下方突然响起刺耳的警报与枪声，有缺口，第3区防线出现缺口，一小队丧尸冲进来了。瞭望台上的卫兵声嘶力竭地吼着，几只行动敏捷的丧尸已经顺着街道朝我们这边冲了过来。林峰脸色一变，立刻把我拉到他身后，从腰间抽出一把改装过的消防斧。别怕，有我。他勇敢地冲上去，用消防斧劈进一只丧尸的脑袋，血浆溅了他一身，但他毫不在意，转身又迎向另一只。可丧尸的数量太多了，在他解决掉第2只丧尸后，第3只已经扑到了他的侧面。那只丧尸张开血盆大口，锋利的指甲闪着寒光，眼看就要抓伤他的胳膊。那一瞬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不能让他受伤。这个念头出于本能，一股力量瞬间从我体内爆发，我甚至没有抬手，只是一个念头，扑哧，那只即将得手的丧尸头颅凭空炸开，红的白的溅了林峰满身。林峰震惊地回过头，呆呆地看着我，他看到了我眼中那抹璀璨的金色光芒。林峰脸上的血污未干，他怔怔地看着我，眼神里没有恐惧，只有困惑。周围的卫兵正在清剿丧尸，他仿佛置若罔闻，眼中只剩下我和那抹金光。你到底是谁？他的声音沙哑，紧握着消防斧，指节泛白。我瞒不住了，也不想再瞒。我深吸一口气，向他坦白了所有过去。关于我是人类第一个异能者，是所有异能的源头。关于我为守护人类，自愿成为能量源被囚禁100年。关于魏家的背叛、神经毒素的封印以及耿烈的羞辱。最后，关于我如何逃离，毁掉了那个囚笼。我语气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在撕扯旧伤。我以为他会畏惧我，做好了他转身就跑的准备，可他没有。他静静地听着，脸上的震惊转为心疼。我说完最后一个字，他丢掉斧头，上前一步抱住了我。他的怀抱很温暖，带着血腥味，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他把下巴抵在我头顶，声音颤抖，那不是你的错，你不是什么神，你只是甘棠。这句话瞬间击溃了我100年的伪装，眼泪夺眶而出。这一次不是因为委屈，不是因为绝望，只是为了我自己而流泪。我在他怀里痛哭，像是终于找到了归宿。那次坦白后，我和林峰的关系更加亲近了。他没再追问异能的事，只是待我比以前更好。他拉着我去听他排练，教我弹吉他，带我去看日落。我渐渐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甚至开始幻想，或许可以就这样作为一个普通人和他一起变老。但这份平静很快被一群不速之客打破了。这天，新兴城北门外来了一支幸存者队伍，他们衣衫褴褛，人人带伤，显然刚经历过一场惨战。他们自称来自希望基地。听到这个名字，我的心脏猛地一沉。卫兵将他们带进临时安置区，市长秦川收留了他们。他们带来了关于希望基地的最终消息。我离开后，失去能量源的基地没能撑过尸潮，已经覆灭。这支幸存者队伍的领头人是一个女人，一个在尸潮中逃生却被毁了半张脸的女人，是耿烈。那天晚上，我和林峰在食堂吃饭，他正眉飞色舞地给我讲乐队里的趣事，我被逗得笑出了声。余光扫过食堂门口，我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耿烈站在那里，穿着干净衣服，脸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只露出一只眼睛，那只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充满了怨毒。他看到我身边的林峰和我脸上的笑容，安然无恙。他整个人僵在原地，如遭雷击。耿烈无法接受，在他看来，我应该是那个被他踩在脚下的废物，应该和希望基地一起被埋葬，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好无损，甚至更幸福。嫉妒和怨恨吞噬了他的理智。第二天一早，他就去了市长秦川的办公室。市长，那个叫甘棠的女人是个怪物，是个带来灾难的恶魔，就是她，是她毁灭了我们的希望基地。他杀光了我们所有人。秦川平静地听着，手指有节奏地敲击桌面，脸上没有表情。等耿烈说完，他才缓缓开口：说完了就下去吧。
医务处的人说你需要冷静，你不信我，我说的都是真的。他会毁了这里的，就像毁了我们基地一样。秦川没再理会他的咆哮，叫来卫兵，把他请了下去。耿烈被拖出办公室，他知道只要我还在这里，他就永无出头之日。毁掉他，必须毁掉他。一个念头在他脑中滋生，他趁着夜色潜入了新兴城的病毒实验室，那里存放着从变异丧尸身上提取的病毒样本，其中一种因太过危险，还未深入研究。他找到了那个贴着红色骷髅标签的试管，眼神里充满了决绝和疯狂。他拔掉试管的塞子，将那管墨绿色的液体注入了自己的经脉，病毒迅速摧毁并重组着他的基因。他的皮肤寸寸龟裂，墨绿色的血管在皮下凸起，骨骼发出爆响。好，他跪在地上，喉咙里发出不似人声的嘶吼，身体迅速膨胀起来。10几秒内，一个活人就变成了一只身高3米、浑身覆盖墨绿色角质层、拖着蝎尾的怪物。新兴城最大的危机降临了，怪物咆哮着抓起一辆汽车，砸向居民楼，轰隆！墙体坍塌，哭喊声和尖叫声响成一片。城市的守卫队迅速集结，子弹倾泻在怪物身上，可子弹打在它坚硬的角质层上，只能溅起火星，破不开防御。怪物被激怒，蝎尾猛地一扫，几名卫兵瞬间被拦腰抽断，鲜血内脏洒了一地。林峰提着消防斧，双眼赤红地挡在我与人群面前。快跑！你们快跑！怪物注意到了他，巨大的爪子带着风声朝他当头拍下。就在所有人都以为他要被拍成肉泥时，我出现在他面前。我伸出右手，掌心对着那只已经变成怪物的耿烈。我静静地看着他，抽离了他体内那份不属于他的力量，那份被病毒扭曲放大，源自于我的力量，那份他嫉妒了一辈子的异能本源。怪物庞大的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萎缩，坚硬的角质层脱落，蝎尾化为飞灰。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他变回了那个满身是伤的人类形态。耿烈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砰！一声枪响，是林峰。他举着地上的步枪扣动了扳机，一颗子弹穿透了耿烈的眉心。耿烈倒在地上，死前怨毒的眼睛望着天空。危机解除了，广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用敬畏的目光看着我。我没有理会他们，径直走到了市长秦川面前，林峰紧随其后，站在我身边。我看着秦川，平静地展示了我的力量。我抬起手，远处被砸塌的居民楼砖石倒流，恢复如初。我又对着受伤的卫兵轻轻一挥手，柔和的金色光芒笼罩住他们，他们身上的伤口迅速愈合，没留下疤痕。做完这一切，我开口说道：我愿意用我的力量守护这座城市，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我的赎罪。我以为秦川会欣喜若狂地接受，可他却摇了摇头，拒绝了。甘棠小姐，我们很感谢你为新兴城所做的一切。他的眼神真诚，语气却异常坚定。但新兴城靠的是每一个人的双手，而不是某一个神。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伙伴，一个战友，一个同胞，而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守护神。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我们希望你能作为甘棠活下去。他的话让我整个人都愣住了。我看向广场上的市民们，他们脸上的恐惧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的笑容。不知是谁先鼓掌，接着掌声响彻广场。他们没有畏惧我，没有把我当成异类，他们在为我欢呼，感谢我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守护的真正意义，不是成为救世主，而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1年后，新兴城恢复平静，甚至更加繁荣。我和林峰在农业部研究如何让废土开出更多的花。这天，市长秦川派人叫我们去他的办公室。一支探测队不久前去了希望基地的废墟，他们在残骸深处发现了一个还在运作的独立功能记录仪。秦川将记录仪连接到大屏幕上，一段夹杂着噪音的模糊录像开始播放。画面里是被尸潮淹没的基地指挥室，魏成浑身是血，被几只丧尸撕咬着，脸上没有任何求饶，他眼神空洞，在痛苦和悔恨中忏悔：我对不起你，祖宗，魏家，愧对祖宗，愧对人类。他用尽最后力气对镜头嘶吼：曾祖父，孙儿不孝，孙儿给您丢脸了，我死后要去地狱向您谢罪。画面到这里戛然而止，办公室里一片寂静。林峰握紧了我的手，担忧地看着我，看着屏幕上那张扭曲的脸。我心中最后的执念也随之消散，过去的一切恩怨都该结束了。我转过头，对着林峰露出一个轻松的微笑。都过去了，是啊，都过去了。林峰向我求婚了。我们坐在麦田田埂上看夕阳，他突然变得很紧张，说话有些结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摊在我面前，是一个用狗尾巴草编的歪歪扭扭的草环。甘棠，我什么都没有。他看着我，眼神里满是忐忑。我给不了你天鹅绒的床，也给不了你红酒鹅肝，我只有一把破吉他，还有一颗想让你下半辈子都开心的心。他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勇气。你
愿意嫁给我吗？我看着那个小小的草环，眼泪掉了下来。我想起了希望基地的囚笼，想起那些冰冷的珠宝和奢侈的食物。百年时光，从未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他们只把我当成一个符号，一个工具。只有眼前这个男人看到了真正的我。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左手，将无名指递到他面前。他一愣，随即狂喜地将草环套在我手上。我们的婚礼就在这片亲手开垦的麦田里举行。我没穿婚纱，只穿了一件市长夫人送的白色连衣裙。全城居民都带着自家最好的食物，在田野里摆起了流水席。秦川市长为我们证婚，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时光者乐队的成员们为我们弹奏了快乐乐章，全城的居民都来参加，送上自己种的粮食蔬菜，还有亲手打磨的木质家具。我端着酒杯，和林峰一起接受着每一个人的祝福。甘棠，要幸福啊！林峰，你小子可得对我们的大功臣好一点。我看着他们真诚的笑脸，在这一刻，我不再是那个被敬畏和利用的祖宗，我只是林峰的妻子，是新兴城的一员，是一个找到了家的普通的女人。我和林峰一起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研究之中，我的知识经验结合研究员们的智慧，让废土重获生机。抗辐射水稻高产变异土豆能在贫瘠土壤中生长的能量豆，新兴城的粮仓越来越充裕，甚至有了余粮支援其他聚居地。看着城市里孩子们的笑脸越来越多，人们脸上不再有饥饿和惶恐。在一个夜晚，我拉着林峰的手来到城外的山顶。林峰，我想是时候和过去告别了。他没有问我要做什么，只是紧紧握住我的手，给了我一个支持的眼神。我闭上眼，感受着体内的庞大力量，火焰、雷电、金属、空气，那些狂暴的元素在我的意念下一点点归于沉寂。我选择封印了自己绝大部分的力量，我不想再成为无所不能的神，只想做一个会生老病死，能和爱人相守一生的普通人。最后，我只保留了一项能力，我伸出手，掌心向上，一粒种子迅速发芽生长，开出了一朵洁白的小花。我保留了让植物生长的能力，这是创造，而非毁灭。多年以后，新兴城成了废土上最繁荣的城市，人类文明在这里重新燃起，并向更远处扩散。我和林峰也会老去，脸上爬满皱纹，头发花白，但人类靠自己双手创造的希望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延续。又是一个黄昏，我和林峰并肩站在田埂上，看着远方金色的麦浪和绚烂的夕阳。自由的风吹动着我的发梢，我不再是任何人的能量源，也不再是谁的守护神，我就是我，我就是我自己的希望。